顾小姐，顾小姐生日快乐！宝贝女儿，生日快乐！谢谢爸爸。哇！顾生生可真是好命啊！当初在孤儿院被厂里的员工顾大志领养，没想到他爹现在竟然当了厂长，他也摇身一变，竟然成了富家千金。那和顾生生一起被厂里邮差林耀领养的林叔怎样了？林耀领养林叔之后，没多久就为救顾生生死了。林叔不愿给林耀守灵，没有人愿意养他，所以就只能靠乞讨为生。爸爸，我去换件衣服。顾生生，明明我们一起被领养，凭什么你当上了棉纺厂的千金，我就沦落到这个地步？我过得不好，你也别想好过。顾生生，哎呀，顾生生，我过得不好，我也要你一无所有。我没有死，怎么变得这么小？顾先生，生生这孩子文静又漂亮，成绩还非常好，一直都是学校第1名。你要是能把她领养回家，那肯定是脸上有光的。我居然重生回到了5岁在孤儿院即将被领养的时候。这丫头成绩好，我生不出孩子，有个聪明孩子，以后可以给我争点面子。生生啊，这个叔叔是红棉厂第1纺织厂的高级职工，条件特别好，以后啊每顿都能让你吃得饱饱的。你要是被他领养啊，肯定会幸福的。不会幸福的，只要我不是第1名，顾大志就会把我关在房间里，几天都没有饭吃。等他以后再养了个儿子，我就彻底变成了一个工具。在这份领养协议上签个字，就可以去办领养证了。好。不能签，生生他的成绩都是假的，他作弊。小苏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没有乱说，我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是他说了让我替他保密的。这……别看顾大志现在平平无奇，可他马上就会成为云京第1纺织厂的科长了。我一定要抓住机会被他领养，而且他还隐瞒了他身体不好的事。不信你看，这还发着高烧呢。这小朋友说的是真的，周院长，你骗我！生生他没有身体不好，就是这段时间换季了，有点感冒发烧。这情况你都没有跟我汇报，我哪知道这孩子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瞒着我？如果不是这个小朋友告诉我，我差点就被你们骗了。叔叔，你别生气。其实，生生的成绩全部都是抄的我的，都怪我没有早点劝他改过来。你是说那些成绩都是你的？我把小学6年的功课都学过了。鸡兔同笼，有20个头，46只脚，鸡兔各有几只？鸡有17只，兔有3只。对了，周院长，这孩子不错，我领养了。小叔这么着急阻拦我被顾大志领养，看来他也重生了。顾生生，上一世让你一跃成了豪门千金，这一世被领养的是我，从今以后好日子都是我的了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叔。好，以后你就叫顾叔。走，咱们去办领养证。生生，别沮丧，还是会有好心人来领养孩子的。你看见那个人了吗？他就是另一个想领养你的人。他会是疼爱女儿的好爸爸吗？你看你衣服都脏了，我们要给人家留个好印象。我带你去换一件干净的衣服好不好啊？好。
耀儿，妈，我给我孙女带来了礼物，去拿下来。哎，等一下，妈，您是不是忘了我是来干什么的了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你不就是给我领养孙女来了？小女孩第一次见你，妈呀，特地给他们准备了小孩子们喜欢的零食和玩具。妈，您是不是忘了我现在？我知道，你现在不是江城首富第一纺织厂的厂长，而是一名普通的邮差，对吧？既然知道你还……哎呀，我知道你是想领养一个不看重物质、秉性单纯的孩子，所以才隐瞒身份。可是这女孩要富养。妈，月月走丢了，我会尽快找回来的。我要是领养的孩子品行不端，那不是给亲生女儿添堵吗？要不是算命大师说要多做好事，领养孩子能尽快找到月月，我才不来福利院呢。你看你，让你领养个孩子，你这么不情愿，那不让我养，让小女孩当你妹妹。您呀，要是不怕别人说您是老蚌怀珠，我倒是无所谓。这臭小子！妈，我要去见孩子了，您赶紧回去吧。好，这孩子，你就是林耀先生吧？生生，快叫叔叔。叔叔你好，我叫生生，今年6岁。他是前世领养了小时候的林叔叔。前世他为了救我出车祸而死，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他。生生小朋友，叔叔已经了解过你了。我呢，给你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林耀，目前是红棉第一棉纺厂的邮差，工作呢不太体面，也没有什么存款。我呢住在家属大杂院里边，房子又破又小，每天还要起早贪黑的工作，也没有什么时间陪你。叔叔之前还了解过其他的小朋友，他们都不太愿意被叔叔领养。说实话，叔叔的条件是艰苦了些。你要是介意的话呢？我不介意，我愿意被你领养。你真不介意？只要你疼我爱我，生生不怕吃苦。这个小丫头这么懂事吗？等下，万一故意这么说呢？聪明不可怕，若是有心计，看来还得试探试探。我们呢是第一次见面，你叫我叔叔就行。这样，我们一起去外面吃个饭，看看有没有做父女的缘分。好呀，谢谢你给我买的糖，你吃。叔叔不喜欢吃甜的，你多吃点。谢谢叔叔。生生，叔叔有东西忘了拿了，我去取一下，你在这等我。好。林叔叔要小心！怎么骑车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刚才那么危险，你怎么会冲过来？是这派林叔叔是因为林叔叔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对不起。林叔叔没事就好。这只是一个5岁的孩子，我怎么会这样来试探他？要是他刚刚奋不顾身救不出了事，生生，你愿意让我做你爸爸吗？我愿意。以后我们就是父女了。以后我一定是世界上最乖的女儿。爸爸，你应该牵着我的手走。爸爸，我们已经是父女了，你就是我的爸爸呀。是啊，以后我们就是父女了。生生，以后你要是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我就会出现在你身边保护你。好的，爸爸。珊珊，这就是你的新爸爸。可是，他怎么穿着邮差的衣服啊？哼，这不就是我们厂邮递员的衣服吗？也是，像他这种品行不端的小鬼，也就只配有这样的爸爸。小叔，看到没有？以后可得好好学习，不要跟这种人一样四处奔波送信，可就不好了。我才不要和这种人一样，臭烘烘的。小叔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，给爸爸赢很多奖很多奖。
这才是爸爸的好女儿。我爸爸才不臭，他踏实善良，是个好爸爸。没事的。切，踏实善良有什么用？我爸爸可是第一纺织厂的高级职工，前途无量。第一纺织厂原来是我厂里的员工。是啊，红棉厂可是现在的第一等纺织厂，产量全国第一，厂长还是林老将军的独子。不过嘛，这厂长的位置，以后说不定就是我爸爸的了。爸爸，我们走，这里好吵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爸爸再过2天就要做科长了，我相信不久他就能继续升职，再成为厂长。不像你，以后只能过苦日子喽。那就希望你的愿望早日成真吧。珊珊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我阻止了你被我爸爸收养，你不会记恨我吧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我爸爸不仅有前途，还很宠我。看，这是爸爸给我带来的高等玩具，你没见过吧？来，站！爸爸，哥哥那么危险，下次不能不顾自己的身体了。没事，保护女儿是爸爸的职责。爸爸，你为什么刚才不护着我？这你这不没事吗？这爸爸刚才没反应过来啊。好了，哎呀，他们一家子穷鬼，像个啥啊？以后跟着我，吃香的喝辣的啊！对，我才懒得和他们计较。爸爸有钱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们看到我爸爸这个车了没？这可是2八大道。你跟着这个邮差，肯定这辈子都坐不到这种豪车。要是你求我的话，我还能让你摸吗？怎么样？不用了，爸爸，我们走。走。顾婶婶，这一世我被顾大志领养了，钱是你有的，都会变成我的，我一定会成为红棉厂的千金的。80年代的轿车，谁这么有钱？爸爸，我们怎么回家呀？放心吧，爸爸的车一会儿就到。高特助给我准备的车应该马上就来了，我叫他准备低调一点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80年代的高级轿车，这可是土豪啊！这车怎么会停在我们这儿？我不是让高特助给我找低调一点的车吗？爸爸，这该不会是你的车吧？啊，这肯定不是咱们的车。林先生，请。林先生。啊，婶婶，你在这等一下爸爸，爸爸跟那个叔叔说几句话。好。老高，你过来一下。我不是让你准备一辆低调一点的车吗？你怎么？厂长，这已经是您最低调的车了啊，还是您嫌这车太低调了？爸爸，你们在做什么呀？啊，爸爸在夸高叔叔呢。啊，这个高叔叔呀是爸爸的朋友，家里很有钱，这车也是他的。高叔叔听说我要来领养你，特地开车来接我们回去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就说爸爸你做邮差怎么会有这样的豪车？看来爸爸一定是很好的人，这位高叔叔才会这么慷慨的对你。啊，辛苦你了，老高。啊，上车吧，小林。走。这个车真舒服呀。婶婶，爸爸一定好好赚钱，让生生以后坐上更好的车。哎呀，不用，爸爸，车不车的我都不在乎，只要我们能在一起，互相陪伴，每顿都能有饱饭吃就够了。好，爸爸向你保证，顿顿让生生都有饱饭吃。好。生生，你怎么这么能吃啊？生生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干饭。爸爸，我还想要吃荷包蛋。
你只剩2个了。看来我也得想想办法赚钱补贴家用，不然光靠爸爸的10块月薪确实不太够。下次带饭还找我。前世我参加奥数赛，倒是赚了不少奖金。但是我还没到参加年龄的时候，倒是可以做跑腿赚点小费。没想到曾经是千金大小姐的顾深深，也会沦落到这地步。杨老师，我和深深都是被领养的孩子，以后我们就都有爸爸。您看要不要开个家长会，让家长们都见见？也是，正好要到开家长会的时间了。那你通知一下全班，下午开家长会。好。快吃吧，等下午放学，爸爸再来接你。爸爸，我已经找到赚钱的机会了，下午放学要耽误会儿，你不用来接我了，我自己回家就好。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不说了，我还得帮别人带饭呢，先进去了。你慢点啊！厂长，一会儿有个大单子需要您协商一下。好，你派人暗中保护一下小姐，有什么事情随时跟我说。是。我呢，就是小叔爸爸，是红棉厂的新任生产科科长。以后班里有什么事儿都可以找我。顾科长言重了，你有这份对班级奉献的心，我们都很感激。是啊，小叔这孩子这么有福气，竟然能被红棉第一纺织厂生产科科长领养。我们家孩子是1年3班的班长，以后小叔在班里有什么事啊，都找他。是啊，小叔，我们以后会好好照顾你的。谢谢大家。哎，不是说小叔和深深一起被领养了吗？深深和他的爸爸怎么没有来？大家别急，他很快就来了。是谁叫我带的瓜子和零嘴？深深，你拿那么多零嘴干什么呀？家长会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啊，是有人叫我帮忙带的，请问是谁要的？是我的。深深，你不是一直在做跑腿生意吗？今天班上开家长会，我特意给大家准备了瓜子和零嘴。这么小孩子，怎么就做这种投机倒把的事儿呢？这种投机倒把的事情怎么能发生在这里的学生身上呢？杨老师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小孩那么小，哪懂那么多？肯定是大人没教好。这可不是我教给生生的，生生是你家长教你的，快把你家长叫来呀！老师，这是我自己想的，我只是想补贴家用，跟我爸爸没关系。那你也要把你家长叫来呀！今天是全班开家长会呀。听说深深和小叔是一起被收养的，深深的家长肯定条件也不差吧？哼，少把我跟那个破送信的相提并论。什么？生生是被送信的收养了？我爸爸才不是破送信的，我爸爸是邮差。他靠自己的双手抡豆赚钱，没什么可耻的。而你故意贬低我爸爸，你才是坏蛋。那不还是个送信的？小小年纪就对大人大呼小叫，果然是邮差呀，没教养。小孩子不懂事，生生，快跟顾叔叔道歉，再把家长叫过来。今天是全班的家长会，深深的爸爸都没来，对孩子这么不上心啊？还是他不敢来？这次合作，我们都能共同双赢。所以希望红棉厂能拿出一点诚意来。诚意我们自然是有的，只是让利这方面，我到时候还需要详细的去聊一聊。厂长，大小姐班上开家长会了，您看。这样，你先派人送些礼品过去，我躺着这边生就去。明明是没人提前通知我，我爸爸现在在工作，他才没有不敢来。爸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师、家长们，这是我们厂长让我们送来的礼物，每人都有份。哇，
这可是红棉厂的高级礼盒啊，外边可是买不到的呀。这红棉厂的厂长怎么会送礼给咱们？出手还这么好？能为什么呀？当然是因为咱们的顾科长，我们呐都是沾了汤的光呀。我爸爸当然厉害，不像某些人爸爸。这顾科长面子这么大，我可不能让他们父女俩不高兴。生生，你看小叔爸爸这么好，咱们跟小叔和小叔爸爸道个歉，好不好？他可是我爸爸，应该是他向我道歉。你好啊，你这没人教的野孩子，今天我就替你那穷鬼爸爸好好教育教育你。小姐被欺负了？什么？有人敢欺负小姐？什么？敢欺负我女儿，真是活腻歪了。李会长，我们的生意延后再谈。走。林厂长的女儿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给我跪下道歉！你别碰我，我不归你这个讨厌的叔叔。大家可都看到了啊，这孩子顽劣不堪，秉性极差。我今天是不是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他？顾科长教训的是，这孩子他爸爸不教他，您来教育他是他的福气。我呸！这个福气给你的孩子，你要不要？哎，你这孩子，早说啊你啊！你今天要是不认错，我不会放你出这个门。你们都不管用我和我爸爸，我要去找川角。你以为校长会护着你一个孤儿跟邮差？顾科长，你放心，这样孩子怎么能留在红星小学？校长肯定会让他退学。就是，这孩子太顽劣了，会带坏其他孩子的。你今天敢走出这个门，我就让你没学上，让你爸爸没工作。你想要做什么？你欺负一个小孩和邮差，就不怕闯出去被人笑话吗？谁敢笑我？就算有那样的人，跟你也没关系。林耀，红棉第一纺织厂113号邮差，这是你爸爸的工号。我可是纺织厂的科长，一句话就能让你爸爸丢了工作。不行，这个顾大志一向不择手段，我不能害了爸爸丢了工作。谁敢让他跪？好帅呀！生生，这母汤高烧复发了。臭送信的，你怎么来了？穿的人模狗样的，我还没认出来呀。爸爸，你没事吧？爸爸，你怎么来了？生生，对不起，爸爸来晚了。从现在开始有爸爸在，他们没人能够动你。爸爸，不想跟这些坏叔叔阿姨们在一起了。好，爸爸带你去医院好不好？好。你走。谁让你们走的？踹我这一脚白踹了！这个送信的人把我爸爸踹伤了。就是伤了人还想跑。在场的各位给我听好了，这件事情我会调查到底。一旦让我发现有人欺负我女儿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这生生爸爸到底是做什么的呀？看起来也不像个邮差。是啊，气场这么强大，还真不是一般人。他就是邮差。你少在这装什么大爷吧！你以为披层皮就能唬住我？就算你穿的再体面，你也是个天天奔波的臭邮差。叶深深，看在你跟我家小叔做了这么多年好朋友的份上，现在你给我跟小叔跪下磕头认错，我还能考虑饶你一次。否则什么？否则你们两个谁也别想走。这里可是红棉厂的地盘，是红棉厂的厂长资助的学校。今天我就要替厂长教训教训员工，归正校风。生生，今天有爸爸在这儿，只要你不想做的事情，他们没有人能够强迫你。没人强迫？怎么？你是厂长千金啊！你是厂长啊！你怎么就能确定我不是呢？珊珊的爸爸是厂长，那我们不是得罪厂长了？不可能，就他
是咱们厂最低层的邮差。孙副厂长，你说的是孙德林？我实话告诉你，他连和我在一个桌上谈生意的资格都没有。你敢侮辱孙副厂长？你知不知道孙副厂长是厂长的表哥？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，而我是孙副厂长手下最得力的下属。你今天冲撞了我，就等于冲撞了厂长。爸爸，我们要不还是走了？现在后悔，晚了。不过嘛，你们现在跪地求饶的话，就去厂门口跪着大喊自己错了；否则的话，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们无家可归，滚出江城。恐怕该滚出江城的是你们才对吧？爸爸，没事。行了，我也懒得跟你们废话了。我已经联系上了孙副厂长，一会儿他到了，就把你们2个扔进臭水沟里。好啊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他孙德林是怎么把我丢进臭水沟里的。来，给我背背。孙副厂长，这么着急忙慌的干什么？顾科长突然派人传消息说，有人冒充厂长。什么？有人敢冒充厂长？哪个不长眼的？我要去会会他。走。珊珊，你不会真以为你送信的爸爸能在这里给你撑腰吧？顾叔，我爸爸赚的钱都是靠辛辛苦苦劳动换来的，你们凭什么看不起我们？我爸爸可是厂里的生产科科长，不过你爸爸只是在厂里最低等的邮差。不要跟他们废话了，他们这种人是不懂我们之间的差距的。我们厂长的商业板块可不止咱们红棉厂，他的生意遍布整个华国。今天你们得罪了我们厂长，以后怕是在华国都没有立足之地了。如果你们厂长知道你们这样在背后狗仗人势，他还愿意帮你们吗？不帮我，难道帮你这个破送信的？装腔作势！我现在就去叫保安，教训教训你们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。谁也不许欺负我爸爸！谁人闹事？哎呀，这不孙校长吗？您可算来了！哎呀，顾大师啊，前2天听说你荣升咱们厂的生产科科长，恭喜呀！我今天是来给你家孩子颁发优秀学生奖的，我是专程来给送奖状的。你可是有个好爸爸。谢谢孙校长。太感谢你了，孙校长。哎，据我了解，这红星小学的优秀学生奖是颁发给评级3好学生及以上的学生。你们这样在背后徇私，那岂不是玷污了那些优秀且努力的孩子们吗？你们就不怕厂长知道了会生气吗？我是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是不是？啊！爸爸，别再跟他们这么论了，我们斗不过他们的。放心吧，一切有爸爸在。生生，你一直都是个好孩子，老师要提醒你一句，你平时打打闹闹就算了，但校长和顾科长这种大人物，可不是你一个孤儿就能随随便便惹得起的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，他们究竟能拿我跟我女儿怎么样。你小子，我给你脸你不要是不是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李生生，我现在以校长的身份勒令你从红星小学退学，还有你，我要把你的事儿汇报给厂长，让他开除你，以后红棉厂永不再用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这厂长的红棉集团可是华国的第1大私营企业，得罪顾科长，他们以后连生性跑腿的机会恐怕都没有了。对不起，我可以给你们道歉，我求求你们放过我爸爸，我爸爸他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想让孙校长原谅也可以。这样，你们呢，拿5000块。5000块？这个年代的5000块？这5000块可是孝敬孙副厂长，能孝敬孙副厂长，那是你们天大的福气。要不然，孙校长一句话，你连书都没得读。那岂不是可惜了你的成绩？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钱。贪污、腐败，很好。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，竟能调出背后这么多大鱼。你们是知道厂长的脾气的，你们就不怕厂长知道了，跟你们翻脸吗？找死是不是？
不行，传言厂长继承了林老将军的手段和脾气，要是这事闹大了，被厂长知道，我因为这几个喽啰被厂长责罚，岂不得不偿失？哎，罢了，我今天来呢，也不是为你们两个喽啰，也不会因为你们两个小事儿让厂长烦心，不值得。我呢，就看在顾科长的面子上，不跟你们计较。顾科长，这是颁发给顾叔同学的优秀学生奖，这奖状上面可是有厂长亲笔签名的。你们呢，要好好的保管呢。哎呀，看看这签名，就能感受到咱们厂长的恢宏大气。我回家就给他裱起来，找个保险箱给他锁起来。玲，你干什么？我的奖状！哎呀！我的奖状！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奖状。林耀，你可是撕了厂长亲笔签名的优秀学生奖状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我立刻汇报给厂长。这是我给你们的，我当然有权利收回。走，小子。我在红棉厂区待了这么些年，我都没见过厂长什么样。你在这冒充厂长耀武扬威的，告诉你，厂长现在正在办公室谈大生意，要是让他知道你干的事儿，他肯定把你赶出红棉厂，8级抽筋都不够。爸爸，你把奖状撕了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你们两个，我不会原谅你们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事儿大了。敢撕厂长签发的奖状，那就是冒犯厂长。待会儿孙副厂长来了，你们两个都得给我把关。孙德林很好，他来的正好，我正好要把你们这群贪得无厌的家伙全都处理掉。快点，我倒要看看是谁冒充厂长。要是惊动了厂长，我们都别活了。哈哈，小子！死到临头了，还不知悔改，撕毁厂长奖状，那就是冒犯厂长。待会孙副厂长来了，我让你们知道，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吃。你们要叫谁就赶紧叫，最好连厂长也一块叫过来。啊，对了，你好像也没有那个能耐。你呀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厂长班的小学。真是胆大妄为！但凡厂长下面随便来一个人，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滚出红棉厂。要来就赶紧来，正好要问问他们跟一起狼狈为奸的事情。好小子，你是想找死是不是？那我就成全你。我不妨告诉你，孙副厂长那是我五弟。既然是厂长的表哥，又是孙校长的亲五伯。那孙校长和厂长岂不也是亲戚？没想到这一世林耀死得这么快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好啊，原来你们还有这层裙带关系。现在你知道怕了，晚了！来人，他两个给我赶出红棉厂，扔到臭水沟里去！谁敢人到事啊？谁敢在这儿惹事？我五弟来了。孙副厂长，五弟啊，就是他。你是个人，敢在红棉厂里冒充厂长啊！来人，把他们赶出红棉厂！孙德林，你好大的官威啊！厂长，厂长，你怎么在这？厂长，你怎么在这？五弟啊，这整错了吧？他怎么是厂长啊？他这。孙副厂长，你不要打我爸爸！下来你们的狗眼，得罪什么样的大人物？这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是厂长。小叔，你说对不对？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林耀，他不可能是厂长。对，他不可能是厂长。对，小叔，他就是个臭送信的。你给我闭嘴！再胡说八道，把你扔到臭水沟里去！孙副厂长，饶命啊！孙副厂长，
我爹，饶了我吧！孙副厂长，你就饶过我吧，爸爸。爸爸，他弄了什么都搁在地上。放心吧，没事了。好疼。你的事情我回头再处理，他们自己看着办。厂长，我一定给你个满意的处理。我爹，饶命啊！饶了我吧！把他们扔到车水沟里，赶出红面厂。是。饶了我吧！孙副厂长，饶命啊！孙副厂长，饶命啊！孙副厂长。厂长，我已经请肖医生来给小雪看病了。好。爸爸，你穿西装的样子好帅啊！生生要是喜欢，爸爸以后天天穿给你看。好。生生，爸爸去给你叫医生，你等着。爸爸，别离开叔叔。生生放心。爸爸这辈子都不离开生生的，爸爸要和生生做一辈子的父女。这位是走失的月月小姐，这是厂长刚领养回来不久的生生小姐。哦，看来这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啊！生生，你醒了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！我是在做梦吗？爸爸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昨天的事情被厂长知道了，这处院子是他补偿给我们的，他还给了好些粮食。厂长这么好？这个肉包子真好吃啊！爸爸，这是你亲手做给我的吗？前世都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父爱，终于有爸爸疼我了。这些包子是爸爸在外边给你买的。我们家没什么钱，这样不太好。但是，爸爸，你对我真好。生生，以后爸爸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，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了。爸爸，生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一个这么好的爸爸，生生一定要好好学习，报答爸爸的。生生，爸爸不需要你用成绩来回报爸爸，爸爸只需要你能健康快乐的成长，以后去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，爸爸都会支持你的，知道吗？真的吗？当然了，所以我们的小生生啊，要赶紧多吃点，赶快长高高哦。不对，昨天怎么好像有人叫你厂长？生生，爸爸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其实，在江城，有很多老板都认识爸爸。我知道，你给他们送包裹、送文件嘛。送包裹、送文件，还是我爸爸厉害，这么多老板都得你给他们做文件才能维持生意，对吧？生生，爸爸其实不是什么邮差，其实我就是红棉厂，其实我就是红棉厂的。你笑什么？爸爸，你该不会是要说，其实我就是红棉厂厂长吧？那个厂长真是个混蛋。没错，其实我就是红棉厂混蛋。对呀。不是，厂长这么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、人见人爱，你怎么能说他是混蛋呢？他怎么就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、人见人爱了？要我看，他就是个混蛋。你难道不知道？红棉厂区的高层职工全都有裙带关系，那些真正有抱负、有才干的人，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。
而且我听说，就他性格古怪、性熟了，冷血无情。爸爸，你怎么可能是那样的人呢？如果你是，那你不告诉我，是嫌弃我，或者怕我觊觎你财产吗？不！叔叔最讨厌不真诚的人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还不如断绝父女关系好了。不过，我爸爸怎么可能是那样的人呢？你刚才说你不是有才，你是说什么的？还有，昨天那些人为什么都这么怕你？我是厂长的秘书。原来如此呀！对，我之前呢救过厂长一命，厂长看我会送信读报，就把我留在他身边做他的秘书了。怪不得昨天那些人这么怕你。不过，你给那个冷面厂长做秘书，是不是日子很难熬啊？不难熬啊！厂长呢很少有职工见过他，其实他本人呢，跟大家口中传的有那么一丢丢的小误会，真的。厂长人很好的，他对我们这些普通员工特别的平易近人。爸爸，你一个人养家真的辛苦了，生生以后一定要赚多点钱，好让爸爸不用再做这么难熬的工作了。哎，生生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我是父女，爸爸养你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你现在还小，不要去想这些事情。我们只要能够生活在一起，就足够了。孙校长，咱们都被红星小学开除了，以后可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你问我怎么办？我还要问你呢。我说顾大哥，你说你惹谁不好，你非惹厂长身边的红人啊？这样好了，你害得我跟你姐丢了工作。我怎么知道？那个林耀之前不过就是个破邮差，怎么突然就变成厂长的秘书了？我听说他因为救过厂长一回，才被招到厂长身边，厂长很看重他。救了厂长，哼，再厉害，也不过是厂长身边的一条狗。爸爸，林耀、林深深，你们等着！啊！教育是育人之本，影响的是众多孩子们的命运。我想严校长已经吸取了前任的教训，我希望你作为红星小学新一任的校长，能够恪尽职守，好好育人。林校长，你放心，我袁守义定然会坚守承诺，不让大人的价值观影响孩子们的成长。那你先下去吧。厂长，既然您已经把红星小学和厂里的裙带关系解决了，那还让小姐回红星小学上学吗？这件事情，生生班上的同学都已经知道了，以后肯定会有影响。那你联系一下我资助的那所私立学校，把生生转过去。是，一定要偷偷的进行，不要暴露我的身份。对了，再去帮我买个新书包过来。好的。哎，等等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看来厂长真的用心了。妈，你是说那个林深深转到厂长投资的私人学校去了？可不是嘛，那梁校长以前是我和你爸帮扶长大的孩子，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好啊，这林耀和林深深把我整得这么惨，我报复的机会来了。小叔，爸爸把你转去那个学校好不好？好。生生，爸爸回来了。爸爸，你坐。爸爸，生生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你想不想听？什么天大的好消息啊？当当，生生又有学上了。桃林小学在匡州生源通过之前的考试成绩找到我，说可以给我奖学金，让我免费上学。爸爸，生生厉不厉害？我们生生真厉害。回头呀，
爸爸要把这张录取通知书裱起来。对了，生生，爸爸给你买了个新书包，喜不喜欢？婶婶喜欢，谢谢爸爸。爸爸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生生背什么都好看。生生，被新学校录取这么开心啊？当然不是，是现在终于有家人跟婶婶一起分享幸福了。现在上学的问题也解决了，最重要的是爸爸和我在一起，这是婶婶这么多年第一次感觉到幸福啊！如果月月没有走失，大概和生生一般大了。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，过得好不好？我要好好对生生，不能再把他弄丢了。生生，昨天的事情还难受吗？婶婶不难受，以前婶婶没有爸爸爱的时候，遇到过很多挫折了。但是现在婶婶有了爸爸爱，再大的事情都不会让婶婶感到难受了。爸爸，我听说这个学校可厉害了，还有校车接送呢。听说这个学校也是厂长投资的呢。看来这个厂长对小孩也挺好的嘛。那是当然了，爸爸说过，厂长人很好的。厂长，高特助特地吩咐我来接送您和小姐。要了命了！这个高特助，我还以为他做事情稳妥些了。厂长？哦，爸爸是厂长的秘书嘛。厂长知道我今天第一天送女儿去新学校，就特意给爸爸个机会，送你去上学。替我谢谢厂长啊。师傅，你就坐后座吧，车我来开。这厂长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之前给厂长开过轿车的啊，你不用担心。生生，这个厂长这么照顾爸爸，看来确实不错。上班第一天就让厂长给我开车，我可能又要重新找工作。儿子，妈都跟梁校长交代好了，你今天第一天上班，别累着啊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和小叔都会努力的。桃园小学的学费可不便宜，我是走了关系才把你塞进去的，你可要好好的跟我争气。要是我只想啊，这女孩子读那么好的学校干什么？好的，奶奶。你先走了啊。行，妈，你慢点啊。爸爸再见。拜拜。第一天上学就敢开着厂长的车炫耀。站住！哟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麻烦你让一下。怎么，你个刚被红星小学开除的学生，今天来桃林小学旁听啊？我现在可是桃林小学的职工，为了学校着想，我有权检查你的学生证。我是这里的学生，怪叔叔，你不是刚被后面厂开除吗？怎么做成这里的员工了？我也想看看你的工作证。你不准走！你今天必须给我看你的学生证，你才能进去。爸爸，你没事吧？林先生，你又伤害我爸爸！同学们，学校得到了厂长新的赞助金，校长决定让我选一位同学去给厂长献花，这是代表咱们学校的任务。有哪位同学愿意去的？给厂长献花，那我岂不是可以见厂长？要是我跟他说几句爸爸的好话，
把上次的事情解释解释，说不定厂长还会为我们平反，让爸爸升职呢。林深深同学，就你去吧。好的，老师。老师，深深总是粗心大意，像这种代表学校形象的大事，让我去比较好。行吧，那就你去献花。记住啊，这是代表咱们学校的形象，绝不能有任何闪失的哦。放心吧，老师，我一定会万无一失，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你看那个爱出风头的妖精，还抢着给厂长献花呢，真以为是什么好事？就是，我听说这厂长凶神恶煞的，最讨厌小孩了。这马上就要作文竞赛了，大家都忙着准备，这时候浪费时间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不把它我们好好准备吧。我只是准备拿这次的奖金呢。厂长原来不喜欢小孩，那我去送岂不是讨不到好？不行，我可不能去。这花还是你去写给厂长吧，我突然有点肚子疼。你刚才不是挺积极的吗？老师本来就想拍你的，你去是应该的啊。感谢林厂长对我们桃林小学新添一笔投资，这试营起的风腾飞了。咱们应该互相借力，以后争取办理小学校，争取扩大规模。比起这些，我还是希望更多的资金能用在孩子的教育上。想不到林厂长这么心怀大义，这笔教育资金一定用在刀尖上。您放心啊！是啊，是梁某短视了，梁某一定谨记。学校派了优秀的孩子来献花，以表对您的感谢。孩子以后就到了。好，那辛苦你了。那辛苦你了啊，应该的。厂长，上次参加这招生意，先失陪一下，各位啊，好。嗨，老师，我是老师派来给厂长献花的学生，请问校董会议室在哪里？你就按我说的那么去做，如果他们还不同意的话，就终止跟他们的合作。是。校长会议室在2楼，一直往左边走，最大那间就是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没事。这个背影跟生生好像，不过生生现在应该在上课呢，应该不会在这儿。你是来献花的同学吧？在这儿稍等一下。听说林厂长最近找回了千金，这孩子肯定是个有福气的孩子。那个千金失踪多年，这下找回来了，厂长肯定很宠爱。她不是我丢失多年的女儿，她是我领养回来的孩子。但是，我的确很爱她。林厂长对领养的孩子都这么好，啊，可见咱们林厂长啊乃是重情重义之人呐。对，重情重义，对，绝对重情重义。厂长，小女孩都爱美丽的东西，待会献的花你要是能带回家，小公主啊一定开心的不得了。是吗？那就感谢各位校领导的安排了。这样，明年我对桃林小学的投资资金再多加10万。那太好了！太感谢林厂长了。花已经到门口了，您看，要不现在相爷？好，送进来吧。把花送过来吧。借一下。进去。谢谢老师。孩子，把花送到这里。好。厂长好，我是代表桃林小学向您献花的学生，感谢您对我们小学的资助。厂长，这花是我们老师精挑细选的，希望你能喜欢。谢谢你啊，小朋友。这声音怎么听起来跟爸爸一模一样？爸爸，生生，爸爸，
生生，你是厂长？我不是厂长。那你为什么穿成这样？而且校长让你厂长鲜花，还是献给你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呢？啊！我们刚刚在开会呢。我不是厂长，我是来陪厂长开会的。厂长刚刚提前走了，他特地吩咐我留下来收花的。那他们刚刚叫你厂长？他们刚刚不是叫我厂长，他们刚刚是叫我孙子，你们说是吧？倒是说句话呀！你，哎，史来说，哎，是，我们就是想要这孙子替厂长好好说话。虽然你们是校领导，我爸爸只是给厂长打工的，但是你们也不能这么叫他呀。就是啊，地方势力儿。爸爸，生生以后少吃点，为家里省钱。这工作你要是干得委屈，咱们就辞职。生生，这就是工作。看来爸爸还是挺重要的。爸爸，我的任务完成，老师说我可以直接放学了。那我到门口等你，和你一起回家。不用，爸爸也到时间下班了，我们一起走。爸爸，你们的会不是还没完成吗？怎么你还能到点下班？我们刚刚把会都开完了，这厂长都提前走了，我们也没什么可以讨论的了。对，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，这个到点了，咱们直接散了。那真的是太好了，爸爸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好，回家，走啦。生生真厉害，开学第一天就可以代表学校了。生生运气好，捡了个漏，嘿嘿。爸爸，你怎么能让校领导都坐后面呢？生生这么小都有这类眼界。忘了，你瞧瞧爸爸这个脑子。杨笑，那个你们先走，我们父女俩殿后。好，我们先走。爸爸，现在咱们可以回家了。好，爸爸就带生生回家，回家喽。这新找来的生生同学竟然是林长的表妹，我看他特别宠她，不行，得好好照顾他才行。这篇参赛作文归我了，你自己重新写一篇吧。凭什么呀？什么凭什么？咱们学校的校长是我爸爸的表哥，我在这里做什么事情不都很正常吗？不像你爸爸，恐怕都没有那么好的亲戚。顾叔，你不好好学习，在干什么？不长眼的东西，才来这！你看呢，又抢同样文章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被开除了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会被开除表叔？不要为什么，也不要叫表叔。把他带出去，把你退学。顾叔同学，走，老师带你去别的地方聊。表叔，我错了，你不要开除我。走吧。生生同学，像刚刚发生的事啊，在咱们学校绝对不会再发生了。哎，谢谢校长。分开。梁校长，小叔这是怎么了？你还有脸说怎么了？就问你的宝贝女儿干了什么？你别忘了，当初你们家那么穷，上不起学，还是我从家里面分的粮食粮票给了你，让你上了学。你故意
就这一个儿子，你就不能给他们一次机会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他们走对的可是大人物，那可是厂长的手段可不一般，但他的养女是我不知道他的身份，他肯定是在隐瞒。既然如此，我还是不要暴露了。生生同学的爸爸可是红棉厂厂长身边的大红人，你们做事能不能有点分寸呢？啊！再怎么说，一个破秘书也算不上什么大人。那表叔，我还有机会吗？爸爸，你还这么小，这次引以为戒，希望不会再有下次。好，小叔以后一定乖乖的，不会给爸爸和表叔添麻烦。希望如此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们桃林小学被红棉厂收购了，我打算派一个人去教育局做主任，做一个选拔。我打算让大志去，你好好准备准备。表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哎呀，太感谢你了，表哥。好了，都是一家人啊。大哥，这真是太好了。太好了吗？我爸爸运势可真好，不愧是我选的爸爸。等他以后重新回红棉厂当上主任，我们家就平步青云了。什么大人物，等我以后成为厂长千金。珊珊、林耀，你们都后悔去吧。爸爸，谢谢啊。今天我们父女俩一块儿写。好，来脱鞋，等爸爸一下。厂长，顾大志竞选了咱们厂教育科主任的职位，您看要不要取消他的资格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生生，你现在跟小树和他爸爸在同一所学校，你要是感觉不舒服呢，你就告诉爸爸，爸爸叫校长开除他们。不要，生生虽然不喜欢他们，但生生知道大家都有自己的难处，生生不想因为自己随便断了别人的路，这样的话，生生跟坏蛋有什么两样？况且，生生也不在乎他们，只要爸爸一直爱着生生就好啦。好，那就听咱们家生生的。咱们家生生善解人意，咱就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来，爸爸给你脱鞋。月月，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，爸爸很想你。爸爸给你找了个姐妹，她叫生生，是个很好的孩子，我把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，甚至有时候莫名有种她就是你的感觉。希望你也能快些回来，你肯定会喜欢她的。真是个粗心的爸爸，东西多乱放。这是爸爸和另外一个孩子的照片，难道爸爸有女儿？我只是想要一团真挚、温暖的父女情而已，现在也有了，我还不知足什么呢？况且，爸爸本来就不是我的亲爸爸。爸爸，你看，这是小叔给你做的晚饭，快尝尝。你这做的什么呀？这么难吃，你自己尝尝。爸爸，这是我亲手做的。小叔还是小孩，能下过厨房，不会这些嘛？干什么都干不了，你有什么用啊？小叔一直在努力学习。再说了，小叔这么漂亮，爸爸不喜欢吗？无论怎样，爸爸以后都会成为厂长。爸爸，不如你陪小叔玩会积木，放松一下嘛。放松放松，放松什么呀？忙都忙死了，出去！爸爸，你怎么样了？能怎么样？都怪你做黑暗料理，我这都拉10几次了。
竞选的资料都没来得及准备。那爸爸，我现在就去给你拿呀。哎呀，老公，你看你领养回来个什么孩子，又不聪明，又懒，又没用。陆叔啊，是真的不如他那个好朋友林深深。早知道当初我就应该领养林深深。人家聪明伶俐，帮着爸爸，哼，哪像他，什么都不会。老公，要不咱们再试试呗？你说生儿子？那咱们都试了多少年了，你那肚子就是怀不上啊！这次不一样啦，这次我找中医拿了药，只要你坚持吃，肯定能怀上。那再试试。要是真成了，咱们就把那小叔给弃养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被弃养，我还要做厂长千金呢。爸爸，你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那你再喝杯温水吧。不了，你妈刚给我喝过了。爸爸，我有个办法可以帮你拉票。哦，你有什么办法？爸爸，我可以在学校里帮你拉票呀。学校里有很多同学的家长都是咱们厂的职工，同学们平时都是听我的，我跟他们说，他们不会不听的。行，那你试试。但是爸爸，如果小叔帮你拉了票，你就只能有小叔这一个女儿，不准有其他的小孩，来分走小叔的宠爱，好不好？我和你妈说的话你都听见了？那就是我和你妈随口说的气话，你别当真。爸爸答应你，只要你能帮爸爸拉来选票，爸爸就帮你一个忙。什么忙？你不是老被那个林深深压一头吗？爸爸帮你出出气。你也给我爸爸投一票吧。想让我妈妈给你爸爸投票很简单，你给我买1个月的麦芽糖。好。张若涵，你也给我爸爸投一票吧。既然你都答应给他买1个月麦芽糖了，那你要给我100块外国高级巧克力，我就答应。那么多，实在太贵了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让我爸给你爸爸投票。喂，大家快来看这个小气鬼，他答应你们的都是假的，别给他爸爸投票。够了，你帮他干嘛？你忘了他之前还抢过你的竞赛作文呢。他跟我之间的事情，跟你们欺负同学有什么关系？小叔，我们走。林珊珊，我不需要你的假好心。张若涵，只要我爸爸能成功，我就答应你100块的巧克力。这可是你说的。算了，随他吧。感谢同学们的帮助啊！今天的竞选如果成功，顾老师一定会好好的报答你们的。林深深，杨校长让你去竞选会长献花，一会儿你跟我一起走。好的。哼，这小丫头骗我，我马上就要当上主任了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她。我爸爸肯定能竞选上主任，接下来他肯定还会步步高升。林珊珊，你总有一天要亲眼见证我成为厂长千金的。哎，花束在赵老师那儿，就在这个房间里，你去找他拿花，一会儿他会安排你去献花的。好。小叔，怎么样？惊喜吗？张老师呢？小朋友，下次别再那么轻易相信别人。我是顾主任的媳妇儿，专门派来拖住你的。你乖乖的陪小叔玩一玩，一会儿自然就放你出去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珊珊小朋友，
我们今天是想让你见证顾大志成为主任，我成为主任夫人，小叔成为主任千金的日子。你处心积虑的想搞走我们家小叔，现在我家小叔站的比你更高了。顾大志升职跟我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你们家的那些事情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，也不在乎，先走了。不准走！听我说完嘛，我爸爸做的税补报告跟你们俩父女的关系很大的。什么关系？你自己看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桃林小学的职工顾大志。如果今天我当选了咱们厂教育科的主任，我将制定一套全面的廉洁计划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清除掉那些不择手段损害咱们全体职工利益的人。就比如林深深。什么？林深深屡次考试作弊，低龄同学，在红星小学就因为品行不当被退学后，靠着裙带关系转入桃林小学。这种通过不正当手段罔顾校风清廉的人，肯定会影响大家其他正常孩子的成长环境。我作为主任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开除林深深，还有他那个为非作歹的邮递员爸爸。咱们红棉厂是一个集体，在厂长的带领下，大家一起努力，才让咱们厂成为了私营第一大厂，全国的示范厂。这样的老鼠屎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肯定会坏了一锅汤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我没有考试作弊，也没有欺骗同学。顾大志他为什么能靠污蔑我来博取支持？我要去说清楚。小朋友，我劝你别冲动，你现在过去也无济于事，他们只会鄙视你。我只是想和我爸爸平静的生活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深深小朋友，你作为我们家小叔最好的朋友，我们只是想让你见证，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。以后我和小叔会成为厂长夫人和厂长千金，而你绝不会过得比我们好。你给我看好了，林珊珊，我今天要让你亲眼见证我爸爸把你和你爸爸逐出红棉厂，让你们变成人人唾弃的坏人。这样的孩子怎么能在咱们桃林小学上学？是啊，我都担心我的孩子被欺负。不光如此，还有林深深那个爸爸，本来是咱们厂一个普通的邮递员，心术不正，靠近厂长，咱们厂长被他蒙蔽了双眼，让他当上了秘书。我当上了主任之后，立马就劝厂长和他断了关系，开除那两个底层害虫，还咱们红棉厂一片蓝天。他们凭什么这么污蔑我爸爸？我和我爸爸老老实实做人，凭什么你们拥有了权利就要随便欺负人？厂长他人很好，他不会相信你们的话的。哦，你见过厂长？我没有，连厂长你都没见过，凭什么认定他不信更多员工相信你们两个？你真是异想天开。我们家顾主任上任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林深深小朋友，你现实一点吧。你给我好好看看，等我爸爸当上厂长，你爸爸就会当成无业游民。下面举手表决。这世道难道就没有公道了吗？珊珊，你现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，只有厂长有天否夫子。现在就算厂长在这儿，也会认为你是一个坏孩子，谁会相信你的一面之词呢？如果大家没有异议，我就开始念票了。7票同意，3票反对，2票弃权。恭喜顾大志成为咱们红棉厂的新任教育科主任。
我不同意！我不同意！你一个破送信的，这是你能随便来的地方吗？各位，这位就是我说的，靠着裙带关系搞得咱们厂不得安宁的林先生的爸爸。厂长，您今天怎么大驾光临了？啊，厂长，你们说什么？他是厂长？顾大志，你不仅扰乱会场秩序，还竟敢辱骂我跟我的女儿！我现在正式宣布，你教育科主任一职被一票否决。从现在开始，逐出江城，红棉名下相关企业永不录用。你们所有人给我听好了，凡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从现在开始，全部接受调查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以前不要的爸爸，怎么可能会是厂长？你把我们家害成什么样了？厂长，爸爸他一直在骗我吗？厂长，你饶了我吧！厂长，你饶了我吧！带走！厂长。今天这件事情，我不希望泄露我的真实身份出去。是。散会。爸爸，生生怎么会在这儿？他不是应该在学校吗？生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生生，今天厂长过来这边办事情，爸爸来给他当秘书。别装了，厂长。生生，听爸爸解释，你给爸爸一个解释的机会好吗？解释什么？解释爸爸有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怕我抢了身份，所以我不配做厂长爸爸的女儿是吗？生生最讨厌欺骗和虚假，爸爸为什么要骗我？是不是爸爸从来没有爱过？生生，你爸爸解释，你给爸爸一个解释的机会好吗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，不然我们现在就去解除领养协议。生生，也许我无法注定拥有美好的亲情，还是回复林渊吧。林深深，林耀很在乎你，看我拿你威胁他，他还敢不敢把我赶出红棉厂？前世我费尽心思替顾大志争面子，可他却是个冷血的爸爸。有了弟弟后，对我非打即骂。今生我本就是想遇见一个待我真心实意的爸爸，可为什么就这么难？只能跟院长借住一段时间了。小朋友，没地方去吧？顾大志，顾大志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如果不是因为你爸爸，我已经是教育科科长了。他一逼再逼，现在我被红棉厂赶了出来，一无所有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我还能干什么？你不要吵闹，你可不要忘了，我爸爸可是厂长。如果你现在放了我还可以求他留你在红棉厂。留我在红棉厂？我要的可不是这些。现在嘛，你最好祈祷你在你老爸心目当中分量够重。想要留你一条小命，就拿他的厂长职位来换。报告厂长，属下们都没有找到生生小姐。方圆1公里都找过了吗？还在这么小，他走不了多远的。找过了，方圆5公里都找过了，没有生生小姐的踪迹。生生还这么小，他能去哪儿呢？
厂长，您先别急，小姐兴许是坐车回福利院了。可我心里还是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你去备车，我们现在就去福利院。周院长，请问您看见生生了吗？生生，他不是一直和林厂长黏在一起的吗？生生该不会是走丢了吧？是这样，生生知道了我真实身份后离家出走了，我怕他遇到危险。如果您看见了他，请您务必要告知我。出走了？好，如果他来福利院，我一定告诉您。生生这孩子平时一直不让人担心的嘞，他能去哪了嘞？哇，你个小东西还挺沉，差点给老子腰累折了。呸！我一个小孩能有多重？明明就是你身体不行。怪不得生不出儿子。顾叔叔，就你这身体啊，还是早点放弃绑架吧。你怎么知道我生不出儿子？哎，不对，我身体哪儿不行？你这臭丫头一点家教都没有。你别忘了，现在是谁绑架谁。今天顾叔叔就好好让你知道什么叫害怕。小丫头这点胆量，怎么样？知道害怕吗？顾叔叔，我怕什么？你教训我呢？你等着，反正这黄皮没有人来救你，我有的是法子折磨你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高特助，你现在立刻把搜寻范围扩散到整个江城，务必要找到生生。是厂长。报告厂长，怎么样？没有找到生生小姐。你们究竟有没有用心找？厂长，属下们已经把生生小姐失踪的消息扩散至整个江城。生生小姐平时去的地方和失踪方圆10里的地方，属下们都找过了。属下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找。找不到？怎么可能会找不到？我还没跟生生道歉，我还没告诉他爸爸真的很爱他，人怎么就消失了？当年月月走丢了，现在生生又不见了，我是不是注定守不住自己的女儿啊？厂长，你先别急，生生小姐还没有走丢多久，咱们再好好找找，一定能找到的。你这找还是几时能找得到？我自己去。这是生生的发现了，难道他遇到危险了？小福星将士，贵人福气到。大师，您能帮我找回我的女儿生生吗？祖师爷在上，我等是不能随便干涉人的祸福。不过贵人不必担心，自会寻到真宝。大师，您不是说我的福气已经到了吗？我能不能用我的福气，还有这所有的钱财，换回我的女儿？一切人等。据我的卦象显示，生生小姐的确是被人胁迫，不过不必担心，没有生命危险，你很快便会知道。大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此次前来是要提醒你。你苦苦寻找多年的女儿将要。不过，守得住雲開，不一定見月明。真假人生等險形。这个锦囊，在你最要紧的时候。祝你与定千金相认。厂长，我们接到了顾大志的电话。顾大志，生生是不是在你手里边？林厂长这说的是哪里的话？我一个被红棉厂开除的人，怎么会知道深深小姐的位置？怎么？深深小姐知道了您的身份，一时难以接受，离家出走了。你少跟我装蒜，你想要什么直说吧，只要你能把生生还给我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好啊，我要你的地位和你所有的财产。
你给吗？看吧，堂堂一个厂长，怎么会为了一个臭丫头放弃那么多钱？既然如此，谁说我舍不得钱？我只是在想，你怎么能够证明生生是安全的？爸爸，你不要答应他。生生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放心吧，我可没拿他怎么样。现在，你把你厂长的位置和你所有的财产都给我，我就把林深深好好的还给你。好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，只要我的生生能够平安。你想要怎么给你钱？你说吧。你把钱放到城南的仓库里，待我验过真假之后，再把林深深还你。好。厂长，你真的要答应顾大志吗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确定了生生是安全的，接下来的事情我不会管。顾大师，钱我已经带到了，赶紧把生生还给我。你没有叫人来吧？当然没有，你大可以放心。你去隔壁房间，等我验成是真是假，我再把深深还给你。好。不枉我一番苦心，这么多钱，我能花到下半辈子。这钱可不是你一个人的，还有我们一份呢。怎么，你想反悔啊？当然不是，咱们现在说这个不是太早了，一会儿解决了灵药，咱们再分钱，不是不迟吗？记住你说过的话，兄弟，走。灵药，林深深，你们害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还想安全离开？今天就是你们俩的忌日！我先杀了你，再杀了林深深，以后我就是红棉的老板，谁还敢看不起我？糟了，顾大志竟然想杀了灵药。前世灵药虽然穷，但对我也算尽心。我并不想让他死啊！不行，我得救他。爸爸，你不能杀灵药。你在这干什么？我不是让你看着林深深吗？跑了怎么办？爸爸，求求你不要杀灵药。哼，你个一事无成的东西，还想干涉你爸的决定？我不杀他，转头他救了林深深，然后来追杀我怎么办？可是爸爸……行了，早知道你是这么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当初我就不应该领养你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老婆已经怀了孩子，还让医生特意查了下，说是个儿子。这个家也不需要你了，你滚回福利院去吧。什么？你不是答应我只有我这一个女儿吗？笑话，我是答应过你，如果我能做教育科的主任，我就只有你一个女儿。可是到现在我不也没当上主任吗？更何况那是个儿子，不是女儿。顾大志，你没有心。有心？我现在有这么多钱，还需要什么心？过了今天，我就是有钱又有儿子的有钱人了。林耀，你死去吧，我会替你享受一切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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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林厂长，你还是放弃吧，今天你是有来无回了。只要你乖乖的投降，我和我兄弟还能给你留一个全尸。小叔，顾大志想杀了你和灵耀，你快救救灵耀！啊！爸爸被顾大志抓住了。可是，你不是一直不喜欢我们吗？是，我是不喜欢你们，我讨厌你过得比我好，但你别想多了，我只是不希望灵耀死，不想让顾大志的罪行加深。小叔，
你是不是还爱着李耀？我怎么会爱他？我只是为了我爸爸顾大志。因为李耀他曾经是你的爸爸。你怎么知道？林珊珊，你也一起重生了，对不对？原来你一直知道，所以你一直在看我的笑话是吗？顾大志根本不宠女儿，他只把我当工具。可为什么林耀会是厂长，而你原本的爸爸顾大志这时却不是厂长呢？是不是你做的？我也不知道。前世顾大志的升迁本来也不光彩，前厂长据说也是因顾身亡后，他才有机可乘的。也许林耀他只是还没有机会告诉你，他就是厂长。对，肯定就是这样。所以原本我本就是厂长千金。珊珊，前世你害林耀出车祸被撞，所以我才没法成为厂长千金的。这时既然一切还没发生，你把林耀还给我好吗？林耀他不是一个物品。珊珊，你都知道了我想要一个对我好的爸爸，而且你也看到了，我跟林耀是有感情的。这辈子我跟着顾大志已经受到惩罚了，把林耀让给我吧。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救回爸爸，这些事情我们以后再说。不行，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呢，我就不放你走。顾大志已经不想要我了，你不答应把林耀让给我的话，我们干脆没有爸爸，一起回福利院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和我一起救回爸爸，我就把他让给你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走。林厂长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这儿早就被荒废了，你死在这儿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娘家，我的生生呢？深深，你别着急，你死了，他很快就会下去跟你团聚的。烧！顾大志，王八蛋！你不是说不会有人知道吗？怎么会有警察？不，这不可能，是你提前报了警。是我报的。快跑！跑过来！爸爸，你醒醒，你别闭眼！爸爸，你醒醒啊！生生，还好好的，真好。爸爸，你醒醒！珊珊，你不要忘了刚才你跟我说的话。我知道，先去医院，确保爸爸的伤势。知道就好，我前世都是因为你失去了爸爸。林耀本来就是我的爸爸。爸爸可千万不要出事啊！珊珊，等林耀醒了，他就是我爸爸了，你可不能反悔。好，我会的，会的。医生叔叔，我爸爸他怎么样了？哎，林先生他失血过多，现在急需输血，和医院里 AB 型血户的血告急，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。AB 型血，我就是 AB 型血，医生，我可以抽血。小姑娘，你还太小，而且直系血亲的血是不能用的，叔叔不能抽你的血啊。医生叔叔，珊珊是爸爸的养女，而且珊珊不怕，珊珊只想快点救我爸爸。爸爸他是因为救我才受伤的，求你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连小孩都欺负啊？就是，哎呀，不是的，小妹妹，你先起来，来，小妹妹，叔叔带你去抽血就是了，好吗？好，医生，我的也是 AB 型血，也可以抽我的，这样珊珊的身体负担就不大了。你们两个都跟我来吧。
我去检测一下这血液是否可用。护士姐姐，我想睡一会儿。好呀，那你先睡一会儿吧，一会儿姐姐给你打些葡萄糖啊。护士姐姐，有了我们的血，爸爸是不是就能好得快点了？会的，放心吧，你爸爸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这其中有一包血不能用。为什么不能用啊？林老夫人，这其中有一个血包有直系血亲的血液可能。直系血亲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们两个其中之一就是幺儿失散多年的女儿？有这个可能，但需要进一步检验。走走走，快快快，走走走，快！我和小叔真的有一个就是爸爸的亲生女儿，也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孩子。这是爸爸和另外一个孩子的照片。林叔叔，上次是因为我知道了顾大志他想对你做不好的事，才解救了深深，和他一起救了你。那就谢谢你了。你放心，顾大志的事情不会影响到你的。这么生疏干嘛？燕儿呀，你亲妈的，这孩子救了你，也算是大功一件。现在孩子既然没了父亲，不如……妈，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，可咱们现在已经有生生了。今时不同往日，燕儿呀，你就听妈的。咱们现在家大业大，再领养一个闺女，又不是养不起。小叔，你愿意让林叔叔领养你吗？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而且以前我和深深在福利院就是一起长大的，我们俩肯定能适应的，对吧，深深？燕儿啊，你看两个孩子都愿意，这……爸爸，深深想去一趟卫生间。去吧。爸爸，小叔说的也没错，上一世如果不是我害的林瑶被撞，他也不会失去父亲，也不会因此记恨。确实得把林瑶还给他，无论我是不是爸爸的亲生女儿。深深小叔，这个呀是奶奶特地给你们两个准备的零食，这些玩具你们呀尽管玩。以后咱们林家呀有了事前宠你们，再也不用过以前的苦日子了，高兴不高兴？谢谢奶奶，小叔高兴的不得了。小叔真乖。深深呢？不喜欢这些啊？深深喜欢，谢谢奶奶。奶奶不用管深深，深深平时就是闷闷的。深深，你一个小丫头，整天那么多愁啊，像小叔一样多好啊。妈。生生他做自己就好了。是奶奶多嘴了，你们两个呀，自己出去玩会儿。月月找到了。月月？你是说月月？她在哪儿？你刚才已经见到月月了。刚才？他们两个刚才给你抽血，医生发现其中一管血有可能是直系血亲呢。这会儿 DNA 结果还没定，不知道他们两个谁是咱们找了这么多年的月月。生生，一定是生生。原来生生是我的亲女儿。你看你，不一定。要是生生真是咱们老林家的亲女儿，那真是缘分天注定。但我看小叔也是个好孩子，要是他是月月，干脆他们两个咱们一起养。那 DNA 结果多久能出啊？老夫人，医生来给您送 DNA 报告了。李医生，DNA 结果出来了没？我们家月月回来了吗？恭喜林厂长、林老夫人，确实是月月小姐回来了。月月，真的是月月回来了。原来林瑶还有亲生女儿，现在这是……难道林生生和我之间有人可能是林瑶的亲生女儿？太好了，瑶儿，这算命大师果然说的没错，果然是真有福气。原来咱们找了这么多年的月月，早就回到了咱们身边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守得住云開，不一定見月明。是啊，
不可以误见月明。医生，那到底谁是月月？是生生吗？林厂长，林老夫人，生生小姐她检验结果出来了，结果显示……医生，停电了！什么情况？这怎么外面的设备又停电了？我得去看看。林生生和顾叔，就是这2份。检验结果显示，林厂长，林老夫人，生生小姐她不是走失的月月小姐。你说什么？林生生不是走失的大小姐，那就是说，小叔就是月月。我就说这孩子看着就投缘，没想到真是咱老林家的血脉。耀儿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林奶奶，这是真的吗？小叔原来是你的亲孙女。还叫什么林奶奶？奶奶，哎，我的宝贝孙女终于找回来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是啊，可真是太好了！恭喜林老夫人，林厂长。林生生和顾叔，就是这2份。检验结果显示，我就是爸爸的亲生女儿，我就是走失多年的月月。原来我真的不是没有爸爸的孩子。但是小叔他也好，终于知道我的身世，也算是莫大的好事了。林厂长的亲生女儿回来了，我得去把这好消息告诉林厂长。恭喜老夫人、厂长生生月月小姐回家。知道爸爸有钱，不知道爸爸这么有钱。爸爸，你真厉害！红棉厂作为全国第1的私营厂，我爸爸是厂长，当然有钱。真没劲。生生，还有更厉害的呢，你快进屋去看看。慢着跑。林耀明明是我爸爸，凭什么对生生那么好？奶奶，月月想跟奶奶一起看，月月最喜欢奶奶啦。月月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，走，奶奶带你进去。生生小姐好。你们也好。走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！爸爸，生生现在都感觉你变得阴兵生武，你挺潇洒了。老爸不是向来如此吗？好了，赶紧吃饭吧。奶奶，月也想吃的那个菜，生生都快夹完了。生生，你一个小丫头，怎么吃那么多？小心吃胖不好看，别再吃了。妈，生生还小，是吃不胖的。那也不能让我亲孙女没得吃啊。生生，奶奶没有别的意思啊。生生明白，生生不会多想。你们先吃吧。生生，我们月月真乖，一点也不挑食。看，把辣椒吃得干干净净的。月月最喜欢吃辣椒了。青椒，我记得月月从小就讨厌吃青椒。真假人生等险形。不 ，DNA 检测竟然显示小叔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应该不会有错。耀儿，既然月月回来了，咱们就办个宴，公布一下月月和生生的身份。也好，就这么去做吧。上一世没得到的一切，这一世终于得到了。
珊珊，我都要谢谢你了，让我知道了我本就是厂长千金。可是这两事你为什么都在阻拦我呢？如果不是你，前世我恐怕早就是厂长千金了，根本用不着嫉妒你。这一世我好不容易回到了林家，你却还鸠占鹊巢。你又回来又成为父母，我已经答应你帮你实现了，你还是不满意吗？帮我实现？林珊珊，不，顾珊珊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我本来就是林耀的亲女儿，你只不过把我带到了他身边而已。你帮了我什么？现在我是养女，你是爸爸的亲生女儿，你还想让我做什么？我要你离开爸爸。这不是林家两个千金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听说他们两个亲近，只有月月小姐是真的，那个深深小姐是林馆长之前领养的。之前领养，那岂不就是临时代替月月小姐吗？现在亲生的月月小姐回来了，这养女肯定要被冷落。你看我们是这样，估计就是。是。恭喜林厂长找回千金。我也感谢杨总能来参加今天的宴会。听说今晚公布的另一位千金是林厂长之前的养女。是，之前为了安抚我妈，特地领养了一个养女。只是为了安奶奶的心吗？看来平日里林厂长和我关照生意，我提醒一句，这孩子心思想的比你细。我听说你这养女之前就与月月小姐不和，家里不和得及时处理。你这养女自小就在福利院长大，她懂得比一般小孩多，你这亲生女儿斗不过她，得注意了。多谢杨总的提醒。原来爸爸也不相信我。不过，生生他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在背后污蔑他。杨总，我们的合作还是到此为止吧，请你离开。什么？我只是好心提醒，请。各位，欢迎各位能够莅临我两位女儿的公布宴。林某很感谢。我知道有很多人在背后对于生生是养女这件事情有所议论，我绝不会轻易放过她。厂长，人已经请走了。不知道今天这些风言风语有没有传到生生的耳朵里面？今天是他的大日子，我去看看他。厂长，刚刚有人看到生生小姐独自离开，已经有一会儿了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这都要公布月月的身份了，燕儿怎么还不来呢？林珊珊也这么久没出现了，该不会是她带着爸爸走了吧？老夫人，刚刚生生小姐独自离开现场，厂长得知后出去寻她了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生生还闹小脾气，果然不是亲生的。燕儿也是，竟跟着胡闹。奶奶，那月月的仪式还能举行吗？月月啊，这是你爸爸做的不对，等他回来呀，奶奶一定教训他。肯定是林生生平时骄纵惯了，没想到他这么计较养女和亲生女儿区别，竟然直接走了。这样的孩子呀，咱们林家不欢迎。既然这样，我让你爸爸把他送回福利院去。那这样，生生会不会生气呀？他以后上学的学费，我们林家全部承担。这样待他也不薄，还轮不到他生气。奶奶说的是。把你们林厂长带回来，告诉他，今天如果不回来，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妈。我听周院长说，生生今天回了福利院，今晚的事他实在太任性了。他既然想回福利院，那干脆你就和他解除领养关系，让他回到福利院去。妈，不然呢？难道还要让他以后动不动就回福利院威胁我们？你之前不是说这孩子挺好的，我怎么一点没发现？妈，
你就是心里边对生生有偏见，你压根就没有把她当成我们林家的孩子。你竟然为了那个养女跟妈顶嘴！耀儿，月月才是你的亲女儿，她回来这么长时间，你关心过她吗？那个养女有什么值得你那么在乎的？妈，月月刚回来，我会慢慢对她好。我答应过生生要一直照顾她，不能说这样就这样。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了，你要是再敢找你去那生生，咱们就断绝母子关系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不讲理呢？我是帮亲不帮理。月月，咱们走。听说他是被人抢送回来的，都被领养了还能被送回来，那肯定是犯了什么错了吧？你们作业都写完了吗？还在这干什么？深深，过来。深深啊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周院长，你放心吧，叔叔没伤心，生生只想好好学习，快点长大，自给自足，不然我怕待在福利院把周院长给吃穷了。你这孩子呀！绑匪顾大志潜逃，目前警方正在全球通缉顾大志，向警方提供线索者必有重赏。1989年11月3日报道。绑匪顾大志潜逃，目前警方正在全球通缉顾大志，向警方提供线索者必有重赏。1989年11月3日报道。1989年11月3日，我记得林瑶他就是在5号为了救我被撞身亡的。顾大志潜逃，该不会……不行，我要去找爸爸。爸爸，生生，你现在已经和耀儿解除了领养关系，以后不要再叫他爸爸了，也不要再找他。只要你做得到，以后你所有的学费，我们林家都会资助你。不是的，奶奶，我不是为了回林家，是有紧事。爸爸，你千万别在5号去杨槐路，不然你会死的。会死？他是在说那件事。好啊，你个小妮子，耀儿对你这么好，竟然还咒他死！林老夫人，这孩子定是因为被弃养，一时胡乱说的，您可千万别放在心上。不是的，真的不是的，爸爸，你千万要信我。够了，深深，罚你去阁楼反省反省几天，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。院长，还不快去！实在是抱歉，这孩子我一定会好好说说的。这同样都是周院长教的孩子，咱们小叔就乖多了。我们本来是担心这个孩子过来看看，现在看来没必要看了。月月，咱们回家。我去看看珊珊吧，她说肯定是因为回福利院受到了打击，我去安慰安慰她。那行，咱们小叔呀真乖。怎么办？要是爸爸出意外了怎么办？爸爸不会出意外的，你少咒他。小叔，你知道前世发生的事，爸爸他……那是前世，这事你一直都知道了，那就好好待在福利院，自然不会害得我爸被撞身亡，不是吗？不是的，小叔，顾大志他潜逃了，现在还没有抓住，我担心这一世会变成他们害。够了，那些都是巧合。再说了，顾大志要潜逃，肯定早就出江城了，不然怎么会一直找不到？我看你就是想要获得爸爸的关心，好让他把你带回林家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不是的，真的不是的，小叔，我已经回福利院了，肯定不会跟你争爸爸的。我只是不想看他。行了，你不用管我的爸爸，你只要好好待在福利院，别出来，事情肯定不会发生的。前世，厂长，前世，高特助，你相信人有前世今生吗？应该有吧，不过也没人记得，谁知道呢？那如果有人记得自己的前世今生呢？厂长，你也相信这些戏文小说？对了，你不是说下午还有几桩生意要谈吗？走吧。
今天就是我，不知道爸爸会不会听我的。今天是罚你关禁闭的最后一天，以后可不许随便再跟别人说胡话了哈。院长，生生没有说胡话，是真的。林耀爸爸他今天真的有危险，院长你就让我出去救他吧。生生，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孩子，看来你反省的还不够，再在阁楼关几天吧。院长，不行，我不能让爸爸再和前世一样。还好，看来爸爸没来。爸爸，我一定要阻止那场车祸发生。真假人真定心细。我总觉得小叔和月月的种种习惯一点都不像。高德主，这样，我们一起去调查一下生生和小叔的福利院档案。这是爸爸的车，小心！小心！杨怀路，取消一下杨怀路的行程，今天不去这儿了。妹妹，你没事吧？谢谢姐姐，没事儿。以后过马路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分神，知道了吗？嗯。看来爸爸还是信了我的，还是回福利院吧。一会儿院长该着急了。高特助，待会儿你先回去吧，我自己回去。好的，厂长。走吧。这回来的匆忙，什么东西也没带。生生，爸爸给你买零嘴了。爸爸，生生好想你。孩子，人各有命。你既然知道前世今生，就不怕干扰天罡长轮而遭反噬吗？老爷爷，你怎么知道我知晓前世今生？你不认识我，可我早就认识你啦，月月小姐。你知道一切，那你能告诉我，爸爸他能活过来吗？还是像前世一样，孩子，你可知道，人都有因果业力。正因为你和林耀上世成不了父女，这事你才会用一命换一命的方式来让他将你的业力偿还了，所以你们才能做半载父女。而你随意与他人换命的方式，你的意思是，因为我和小叔的事情，爸爸车祸的事才会重蹈覆辙？不过这一世的业力已还了，才不至于结果那么凄惨。老爷爷，你是说爸爸他不会死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但是是，如果你继续和他人交换，林耀和你们将会遭到严重的反噬。
是。你既然听到了，就出来吧。既然都听到，就出来吧。啊，小叔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奶奶呢？我想先来找你，甩开了奶奶。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全部都听见了，所以我不是林耀的亲生女儿，你才是，对吗？小叔，我一直以为是你阻碍了我变得幸福，我可以和你一样，有人疼，有钱花。没想到那些东西本来就是属于你的，我好不容易做的一切，全部都是你的施舍。小叔，我没有。你就是，你一直瞒着我，看我像小丑一样，在为了抢走你的东西，很可笑吧？我以为是我错过了林耀，这一世终于找回了他，没想到他还一心瓜嫩着你，根本不管我。原来我和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，怪不得。小叔，我从来没有看不起你，你和我是一起长大的朋友，福利院的日子里是你和我一直帮扶着彼此长大的。我知道你和我一样，都渴望着一份真挚温暖的亲情，安心成长的环境。我理解你。那你也想要得到那些，为什么要把林耀让给我？因为我已经体验过了。既然前世也是因为我的缘故，才让你错过了这份亲情，那这一世只要小叔你幸福就好。但我没想到会这样。那你们还要继续换命吗？有趣有趣。既然我们强行换命会导致大家受到反噬，那林珊珊，我们还是换回来吧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。其实，前世我和林耀的感情并没有很深，我看得出林耀关心爱护的女儿只有你。你明明知道你和他才是有血缘相通的亲父女，你还要为了满足我的心愿把他让给我。我已经明白你的心意了，但我也不愿意拆散一对亲父女。亲生父女，生生才是耀儿的亲女儿。既然你为我连 DNA 结果都能去换，那我就替你去向奶奶和爸林叔叔说清楚吧。奶奶，月月，不，小叔，你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对不起，奶奶，我不是你的亲孙女，珊珊才是。你放心吧，既然命已归位，一切都会往好的方面发展。老夫先走一步了。医生叔叔，我爸爸他怎么样了？林厂长受到的撞击本来是致命的，但好在这个剂囊护住了头部，保住了命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。阿晓，从福利院资料来看，小舒小姐是5年前因父母病逝才进入福利院的，而生生小姐则是童年被放在福利院门口，周院长捡回福利院抚养长大的。所以小舒不可能是月月。理论上说是这样的。那 DNA 检测结果是怎么回事？耀儿，妈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奶奶，还是让我来吧。爸爸，其实之前的 DNA 结果是我偷偷换掉的。是你偷偷换掉的？那么小舒的确不是月月，是吗？对不起，银耀叔叔。没事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啊，你已经知道了？
从小叔的一言一行中，我就已经发现了，那么小叔不是月月的话，生生，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对吗？我也是前几天才发现的。耀儿，我已经将你们3个人重新做了亲子鉴定，全程都找人盯着，结果出来了，我才敢告诉你。报告显示，生生确实是你亲生的。生生，过来。爸爸，对不起。生生，该跟你说对不起的是爸爸。爸爸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。爸爸以后陪你一起长大，好吗？好。之前呀，都是我这个老婆子的错，光想着弥补这些年没找到的亲孙女，没想到结果是虐待了我真正的孙女。来人，把我的东西拿上来。生生，是奶奶对不起你，这是奶奶给月月存的零花钱，这里边有50万，你拿着，奶奶高兴。爬里面带的50万，奶奶，生生没有怪过你，这钱太多了，生生拿不了。傻孩子，这是奶奶专门为你存的零花钱，你拿着，奶奶高兴。说出来。好吧，谢谢奶奶，生生以后一定要赚很多很多钱，加倍谢谢奶奶。真是我的好孙女。之前是我霸占了生生的位置，对不起大家。小叔，之前都是大家弄错了，你既然不知道，我们自然不会怪你。奶奶知道你也是个好孩子，奶奶呀，一定给你找个好人家。真的？奶奶还能骗你？来，谢谢奶奶。厂长，肇事司机抓到了，已经移交警方。司机是顾大志。这个顾大志几次才犯要害爸爸？他已经被抓走了，爸爸去会会他。你来干什么？怎么来看我笑话？连你都知道来看看我，顾叔这个白眼狼，把我害成这样，还巴结上我的仇人。小叔他没有害你，是你自己利益熏心，自食其果。他这样对你，你还护着他，也是。你爸死了，以后没人能护得了你了，自然得学会讨好别人。现在的你跟我比，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滚！滚啊！这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死了。顾大志，我还得感谢你，给了我揪出你在红棉厂背后势力的机会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明白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所依靠的朱副厂长、王行长、李科长等一群人，我已经全部肃清，还有替你打点关系你的家人，我也一块处理了。以后的红棉厂只会是一片蓝天。走。林阳、林先生，你们回来！回来！爸爸，现在我们去哪儿啊？当然是回家呀。生生，妈妈走得早，以前是爸爸照顾有事才让你走丢了。怎么会？爸妈每天都能让我吃得饱饱的。生生觉得爸爸把我照顾得很好，而且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。现在咱们父女俩不是好好的吗？生生放心，爸爸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生生也会把好多好多爱都给爸爸的。走，回家。回家。